你知道吗？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热带皇室榴莲，其实蕴含着一座不可思议的财富宝藏。没错，只要掌握好它的种植技术、加工工艺和市场策略，我们就有望打造出一个真正的榴莲王国，并在其中大展拳脚，成为下一个榴莲行业的大亨。首先，我们得从选择优质的种苗说起。对于一个初次踏足榴莲种植事业的农民来说，这绝对是最关键的一步。你可不能随便从菜市场上买几棵小苗就开始种植，这样做很有可能事与愿违，白白浪费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相反，我们要选择那些经过严格培育的高品质种苗。这些种苗不仅株型壮硕，生长势旺盛，而且抗病能力超群，日后能够稳定高产。听起来很挑剔，是不是？但请相信我，这些都是成功种植榴莲的必有之路。要知道，优质的榴莲种苗可不便宜，每株动辄要价10至15美元。但是对比他们未来能给我们带来的丰厚回报，这点投资又算得了什么呢？根据统计，仅在中国，每年榴莲的销售额就高达15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攀升。更令人兴奋的是，一颗优质的成熟榴莲在市场上能卖到5至10美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说，只要肯下功夫，将来说不定你我就能成为榴莲种植界的大亨呢。当然，单单选择优质的种苗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考虑合理选址的问题。你知道吗？榴莲可是个十分挑剔的家伙，它最喜欢生长在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中。要是把它种在那些贫瘠、积水严重的土地上，它肯定会一脸不高兴，整天闹脾气，最后连个果实都不愿意长出来。所以，我们必须仔细勘察土质情况，找一块既肥沃又排水通畅的理想用地。不过，光有好土地还不够，我们还要把整个种植区域好好整理一番。首先要把地面彻底平整，连同杂草和碎石头一起清理干净，再挖好种植穴。接下来，我们要在穴底铺上厚厚的有机肥和矿物质肥料，为小榴莲树奠定坚实的营养基础。听起来工序很繁琐，是不是？但相信我，这些都是保证种植成功的关键所在。只有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的小榴莲树才能安心扎根，从此大步向前，快速生长。接下来，我们还要掌握一些更加细致入微的栽植技巧，只有这样，我们的榴莲大业才能真正扎根发展。首先，我们要学会控制合理的种植密度。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可不容易。你知道吗？如果榴莲树种得太稀疏，它们很容易受风吹雨打，影响产量。可要是种得太密集，榴莲树之间的竞争也会变得越来越激烈，最终导致营养不良，生长缓慢。所以我们必须在专业数据的指引下，精准计算出最佳的种植密度。以我国广西为例，当地的标准种植密度一般为每公顷约200株。这意味着，如果你有1公顷和2.47英亩的土地，就可以种植200棵榴莲树。听起来不算多，对吧？但如果仔细算起来，每株榴莲树成熟后能产出8至10个果实，按每个果实5至10美元的市场价来算，1公顷土地就能为你带来高达10万美元的丰厚收益。这可不是小数目啊，足以让我们一夜暴富了。不过，在种植密度的问题上，可不是越密越好。我们要时刻谨记，榴莲是一种需要丰富光照和充足空间的作物。如果种得太密，它们就很难茁壮成长，甚至极有可能遭受疾病侵扰。所以我们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并结合专业的种植经验，精心设计出最优密度方案。相信只要做足了前期的功课，我们一定能培育出既高产又高质的榴莲大军。除了控制种植密度，我们在移栽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谨慎。你知道吗？世界上有许多农民都曾因为操作粗暴而葬送了大批幼苗，真是令人心痛。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好根系，生怕一不小心就伤到那些娇嫩的根须。在移栽的时候，我们要尽量保持根球完整，一点也不能让根系受到破坏。同时，移栽完毕后，我们还要立即浇上大量水，确保土壤时刻保持最佳湿度。这样一来，我们的小榴莲树才能在新环境中安然着陆，顺利开启崭新的生命旅程。谈到浇水，这可是另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关键环节。你知道吗？榴莲树对水分的需求可是相当大的，它们喜欢生长在湿润肥沃的环境中。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土壤含水量，一有干燥迹象立即浇灌，以免影响树苗的生长。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度浇水，否则容易造成根系腐烂，甚至引发各种病害。所以说，精准控制浇水量可是种植成功的又一关键所在。接下来，
我们还要学会如何精心呵护这些娇气的热带宝贝，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茁壮成长，给我们带来丰硕的经济回报。首先要说的就是定期施肥的重要性。你知道吗？榴莲树可是个十分挑剔的家伙，它们对营养的需求可谓囊中羞涩。如果我们疏于施肥，它们很容易出现生长缓慢、叶片失绿等症状，最终影响产量和品质。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它们的营养状况，根据生长情况及时进行补充。一般来说，我们要在榴莲树播种后的头2年内，每季度施加1次有机肥和复合肥。这些肥料不仅能为榴莲提供必要的氮磷钾营养，还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加持水保肥能力。但请千万不要贪多，我们要根据专业数据精准掌握用量，否则很容易导致基肥过重，引发各种病害。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要根据榴莲树的生长动态，适时调整补充方案。比如说，在果实肥大期和果实成熟期，我们就要适当增加磷钾类肥料的用量，以满足它们对营养元素的更多需求。这样一来，我们的小榴莲就能吃上营养大餐，茂盛枝叶和饱满果实就会油然而生。除了精准施肥，我们在灌溉管理上也要格外小心。你知道吗？榴莲树对水分的需求可是相当大的，它们喜欢生长在湿润肥沃的环境中，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土壤含水量，一有干燥迹象立即浇灌，以免影响树苗的生长。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度浇水，否则容易造成根系腐烂，甚至引发各种病害。在干旱季节，我们要更加注意适时浇灌。根据我国广西地区的经验，每隔7至10天就要进行1次全面浇灌，每次用水量约为5-10升。这样既能满足榴莲树的需求，又不会把水浇成泡椒。相信只要我们掌握好这一技巧，我们的小榴莲定能茁壮成长，结出又大又香的优质果实。不过，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学会一些更加专业的整形修剪和病虫害防控技能。只有这样，我们的榴莲王国才能真正光彩夺目，成为当地最耀眼的招牌。首先要说的就是修剪整形的重要性。你知道吗？榴莲树可是个十分挑剔的家伙，它们的枝叶分布和树冠形状都要求非常标准。如果任由它们肆意生长，很容易出现枝条过密、遮光不足等问题，不仅影响产量，还可能导致营养不良，最终影响到果实的品质。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关注榴莲树的整体形态，通过定期修剪来保持最佳状态。一般来说，我们要在榴莲树开花前后进行2次集中修剪。第一次是在花芽出现时，我们要仔细修剪掉那些过于繁茂的枝条，既能增加光照，又能调理树形，为即将到来的花果期做好充分准备。第2次则是在果实采收后，我们要对整个树冠进行全面整理，剪掉那些枯黄衰败的枝叶，还要适当控制树冠高度，方便后续管理和采摘。值得一提的是，修剪的手法可不能简单粗暴，我们要根据树苗的生长状况和养分储备量，精准把握时机和力度。譬如说，对于生长势旺盛的大树，我们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整形，但对于那些幼嫩的新苗，就要轻轻拂过，生怕伤到脆弱的枝条。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切口的整洁干净，以免造成病菌侵犯，影响植株的健康。只有这样，我们的小榴莲才能在修剪中健康成长，结出硕果累累。除了修剪整形，我们在防控病虫害方面也需要下一番功夫。你知道吗？榴莲树作为热带作物，特别容易遭受各种病虫的侵害。如果我们疏于防治，很容易导致整个果园遭殃，连累我们的收益大打折扣。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随时观察榴莲树的生长状况，一发现问题，立即采取应对措施。这里我给大家列举几个常见的榴莲病虫害及其防治方法。首先是叶斑病，这种由真菌引起的病害会在叶片上形成大片棕色斑点，严重影响光合作用。我们可以使用如苯菌唑、3氯杀菌等化学农药进行治疗，同时也可以尝试生物防治，比如喷洒含有福美精等生防菌剂的水溶液。其次是大头虫，这是一种会啃食嫩叶和幼果的害虫。我们可以采用广谱性的除虫米或吡虫林类杀虫剂进行化学防治，同时也可以引进一些天敌昆虫，比如瓢虫、蜻蜓等，以生物防控的方式来遏制它们的泛滥。此外，还有像白石病、炭疽病等常见的榴莲疾病，我们也要及时采取相应的化学或生物防治手段。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进行操作，不能盲目使用药物，以免产生药害。一颗优质的榴莲果实无疑是稀缺而珍贵的，
但是，要想真正掌控这个皇家水果的生产和销售，我们不仅要精通种植技术，还要学会准确把握果实成熟的各种指标。只有这样，我们的榴莲王国才能真正腾飞。首先要说的就是外观色泽的变化。你知道吗？一颗未成熟的榴莲通常外壳呈浅绿色，表面光滑而毫无皱褶。但是，随着果实的不断发育，它的外表会逐渐发生变化。约在成熟前2至3周，榴莲的外皮会渐渐变黄，并出现细密的网状纹路。等到完全成熟的时候，它的整体颜色就会转为金黄或淡黄，表面更会布满粗糙的皱纹。这些变化可不是简单的视觉效果，它们实际上反映了榴莲内在品质的变化。我们知道，在未成熟时，榴莲果实中还储存着大量的淀粉和其他碳水化合物，给整个果实一种青涩的口感。但随着成熟的进行，这些营养物质会逐渐转化为糖分，使果肉变得越来越柔软香甜。而外皮的颜色变化和皱纹的加深，正是反映了这一内在转变的结果。所以说，仅凭这一指标，我们就能大致判断榴莲何时达到最佳采收时机。除了外观，我们还要观察榴莲特有的香气。成熟的榴莲果实会散发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浓郁香味，据说这是由于它们在代谢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挥发性化合物。这种香气，我相信大家一定无法忘怀，它既迷人又令人难忘。而在果实未成熟时，这种香味通常很微弱，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可以经常鼻叹，一旦闻到那股浓郁醇厚的榴莲味，就知道该是采收的好时机了。最后一个成熟指标就是果实的触感。在未成熟时，榴莲的外壳还非常坚硬，内里的果肉也很坚韧，像是被厚厚的外壳包裹着。但随着成熟的进行，外壳会变得稍微柔软，内里的果肉也会变得丰腴松软，触手可以轻松戳进去。等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果实整体会变得十分柔软，外壳也会稍微发出沙沙的声响。所以说，我们只要从色泽、香气和质地3个方面着手，就能非常准确地掌握榴莲果实的成熟状况。这对我们的采收工作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因为只有在果实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它们才能呈现出最佳品质，也能在市场上获得最高的价格。仅仅会种植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学会如何科学的采摘和保鲜，只有这样，我们的榴莲王国才能真正腾飞。首先要说的就是采摘的最佳时机。相信大家都知道，榴莲果实的成熟度直接影响到它的品质和价值。如果我们采摘得太早，果实内部的营养物质还没有充分转化，口感就会很生涩。但如果太晚采摘，果实可能会过度成熟，不仅影响品质，还会加速腐烂。所以说，我们必须掌握好最佳采摘时期，才能确保榴莲的价值最大化。根据榴莲种植专家的建议，我们最好选择阳光明媚的上午时分进行采摘。这个时间段，榴莲果实上满是晶莹的露珠，散发出浓郁的香味，正是最佳采摘期。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榴莲的内部营养物质已经充分转化，而且温度也相对较低，所以不会造成过大的损耗。相比之下，如果我们选择在烈日当头的中午采摘，榴莲很容易失去水分，导致果实变形；而如果在阴雨天采摘，湿度过高，又会加速果实腐败。所以说，晴天上午无疑是最佳选择。在采摘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安全防护措施。毕竟，榴莲果实都长在上百斤重的大树上，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意外。所以，我们一定要佩戴安全帽和护手套，尽量使用长柄采摘工具，避免直接手触。同时，在采摘过程中，我们也要格外小心，不要弄伤自己或者破坏树枝。毕竟，我们的目标可不是自毁之时，而是为了打造一个持续高效的榴莲帝国。当然，采摘工作完成后，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后续的运输和贮藏。我们知道，榴莲果实非常容易腐烂，一旦破损就会迅速失去营养和口感。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将新鲜采摘的榴莲连同原装果壳一起运送到加工点。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尽量避免果实相互碰撞，并使用软质包装材料隔离保护。运抵加工点后，我们还要做好低温贮藏。根据专家建议，我们可以将榴莲果实放在2至4摄氏度的冰箱中保存，这样一来，它们就能保持新鲜度长达5至7天的时间。这可是个不小的好消息，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天的新鲜程度直接影响到榴莲的市场价值。如果我们能将果实完整无损地运送到远程的目标市场，那么它们在那里的售价就会大大提升。
仅仅能种植和采摘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学会如何安全高效地剥壳和提取果肉，并且使用先进的保鲜技术来延长它们的保质期。只有这样，我们的榴莲王国才能真正成为不可撼动的帝国。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剥壳方法。大家知道，榴莲果实外层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坚硬外壳，剥起来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割伤双手，也有可能损毁掉里面的果肉。所以我们在剥壳的时候，一定要使用专业的工具，比如带刀锯齿的剥皮刀或者专用榴莲剥壳机。通过这些工具，我们就能轻松剥离外壳，露出香甜可口的果肉。此外，在剥壳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安全防护。毕竟，榴莲外壳表面都有一些尖刺状的小凸起，很容易划伤手指。所以，我们一定要戴上防护手套，尽量减少与尖锐边缘的接触。同时，为了避免剥壳过程中产生的果汁溅到眼睛里，我们还要戴上护目镜。只有这样，我们的榴莲剥壳大业才能顺利进行，不会遭遇任何危险。剥好外壳后，我们就要进入提取果肉的环节了。这一步其实也非常关键，因为果肉的品质直接决定了榴莲的最终价值。我们可以选择手工捞取，或者使用专业的榴莲提取机来完成这一工作。不过，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尽量防止果肉受损。一般来说，采用手工提取的方法会更加细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果肉的原汁原味。但如果规模较大，人工操作就会很费时费力，所以使用机械提取也是很好的选择。这种方式虽然可能会对果肉造成一些破坏，但从整体效率来看，无疑更加省时省力。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我们都要严格控制温度和时间，尽量缩短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以确保果肉的新鲜度。提取好的果肉，我们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进行保鲜加工了。你知道吗？一颗新鲜的榴莲，即使剥好果肉，也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发生变色、变质，这会严重影响它的品质和价值。所以，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些先进的保鲜技术，来最大程度地延长它的保质期。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冷冻干燥的方式来保存榴莲果肉的营养成分。这种方法是先将果肉块块冻结，然后放进真空干燥设备中进行脱水，最终制成干燥细粉状。这样一来，榴莲的营养物质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干燥后的果肉粉还可以长期储存，很适合远程运输和贸易。除了冷冻干燥，我们还可以采用杀菌处理的方式来延长保质期。比如说，我们可以将提取的果肉块放入可密封的真空包装袋中，然后放进高温灭菌锅内加热杀菌。这样一来，就能有效杀灭那些会引发变质的微生物，从而确保果肉的新鲜度长期保持。仅仅生产和加工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学会如何充分利用榴莲的各种副产品，让它们也成为我们获得财富的摇钱树。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榴莲的果核。你知道吗？这些看似毫无用处的残渣，实际上蕴含着无穷的商机。我们可以将它们制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在市场上大有可为。比如说，我们可以将榴莲果核经过特殊加工，制成各种造型独特的雕塑小品。根据我的调研，这类产品在一些高端饭店和艺术展厅中，往往能以10至20美元的价格成交。想象一下，要知道一个榴莲树结果后，我们就可能得到上百个这样的果核。所以说，只要好好利用它们，我们就有望从中获得不菲的收益。除了雕塑品，我们还可以将果核加工成为各种装饰品，比如挂坠、钥匙扣、台灯等。这些产品不仅制作简单，而且价格也不高，但在某些精品店里通常能以5至10美元的价格销售。所以说，既然我们有这么丰富的原材料，何不发挥创意，让榴莲的果核也发挥应有的价值？当然，榴莲的副产品远不止这些。你知道吗？我们甚至可以利用它的果壳，从中提取出一些有价值的天然化合物。比如说，这些果壳内含有大量的纤维素，我们可以将之进行化学处理，制成各类生物基化学品或者环保材料。业内人士告诉我，这类产品在一些生物制药和环保行业中，往往能以20至50美元的价格销售。再比如说，榴莲果壳还富含一种叫山梨糖醇的化合物，这是一种天然的代糖剂，在保健品和食品行业中大有市场。据我了解，这种天然山梨糖醇在零售市场上能卖到20至30美元公斤的高价。所以说，只要我们善于发掘，榴莲的副产品也能成为我们赚钱的金矿。讲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原来榴莲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
它的各个部分都能碰撞出丰硕的经济效益。所以说，只要我们肯下功夫开拓创新，定能在这个神奇的热带水果王国里大展拳脚，成为下一个榴莲种植大亨。不过，要想真正坐稳行业老大的位置，我们还需要在销售渠道上下一些功夫。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在当地的农贸市场上设立专柜，向当地居民直接销售各种榴莲产品。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空间，因为中间环节的费用全都省掉了。另外，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大型城市超市里开设专柜，这些地方客流量大，消费群体也相对高端，我们完全可以发挥这一优势，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我们的精品榴莲及其衍生品。据我估算，这种渠道下，我们的商品价格至少能提高10%至20%。仅仅生产和销售鲜榴莲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开发各种二次产品，让这个神奇的热带水果真正发挥起无穷的商业价值。首先，我们就来聊聊榴莲干这个概念。你知道吗？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易做，却有高附加值的二次产品。我们只需要将新鲜的榴莲果肉经过脱水加工，就能制成口感香甜、营养丰富的榴莲干。这种干制品不仅保存期长，而且携带方便，在一些高端超市和进口食品店中，通常能以10至20美元斤的价格销售。此外，我们还可以将榴莲果肉经过适度加工制成各种调味酱料，比如榴莲酱、榴莲酱料等。这些产品不但保留了榴莲原有的醇厚香味，还能成为各种西餐、中餐的理想调味品。据我调查，这类榴莲二次产品在细分市场中也能以8至15美元瓶的价格畅销。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深加工领域大展拳脚，开发一些别具特色的榴莲制品。比如说，我们可以将榴莲果肉制作成各种口味的冰淇淋或者榴莲味的饮料。你知道吗？这样的专属榴莲产品在高端连锁餐厅和特色店铺中，通常能以5至10美元瓶或碗的价格销售。可以说，专属于榴莲的这些深加工品不仅独特好吃，在消费市场上也十分抢手。这么一想，我不禁感叹，原来榴莲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它还可以变成种类丰富、价值连城的各种商品，这无疑给我们的榴莲产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只要我们善于创新，充分发掘榴莲的无穷魅力，相信定能在这个大有作为的热带水果行业大有作为，成为行业内的领头羊。那么，你们觉得我们自己开发这些二次产品和深加工品，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收益空间呢？要知道，光是销售鲜榴莲，一颗高品质的果实就能卖到5至10美元。那么，如果我们能将它们加工成各种高附加值的榴莲制品，相信收益一定会更加丰厚。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新鲜的榴莲果肉制成1盒10块钱的榴莲干，这样一来，我们的产品价格就已经是鲜果的2倍。再来看看榴莲酱，我们只要把它们装瓶，以5至8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样也能在鲜果价格基础上创造1至2倍的溢价。更不要说那些深加工的冰淇淋和饮料，单单一瓶就能卖到5至10美元，这简直是天价啊！而且我们知道，在生产成本方面，这些二次产品和深加工品都要远低于鲜榴莲本身。比如说，制作榴莲干和酱等，只需要简单的脱水、加工等工序，成本可能只有鲜果价格的1/3。对于冰淇淋和饮料来说，原料费用也可以被各种附加价值所覆盖。所以说，我们完全有足够的空间，在保证利润率的同时，给消费者提供更加诱人的产品。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这种产品多元化无疑是一大喜讯，因为除了可以提高单个果实的销售价值，我们还能通过二次开发大幅提升每亩土地的产出收益。你知道吗？目前普通农民的榴莲亩产收益约在3000至5000美元，但如果我们能结合上述的各种加工措施，相信亩产收益很可能翻番达到5000至1万美元。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笔难得的天降横财。事实上，只要我们善于发掘，这个行业还能带动一个庞大的相关产业链，让整个地区的经济腾飞。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榴莲的种苗繁育。毫无疑问，优质的种苗是实现高产的基础。但是，你知道吗？要想培育出真正优秀的榴莲树苗，其实并不容易。它需要专业的种植技术、先进的温室设施以及长期的培育过程。所以说，只要我们能掌握住这一关键环节，就一定能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种苗资源。而这对于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可以在种苗繁育这个细分领域大展拳脚，成为当地的种苗大王。据我了解，
一株优质的榴莲树苗在市场上能卖到10至20美元，这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笔不菲的收益。所以，只要我们抓住这个先机，大有可为。除了种苗，我们还要关注农资供应这个环节。毕竟，要想种出又大又香的榴莲，离不开优质的肥料、农药等配套投入。而我们恰恰可以充当这些生产资料的供应商，为全区域的榴莲种植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在当地建立一个专业的农资连锁店，为农户们提供化肥、农药、灌溉设备等各种物资，然后再配合专业的技术指导，相信一定能赢得他们的青睐。而且这类农资产品的利润率通常很高，我们完全有机会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要知道，一个优质的榴莲果实在市场上能卖到5至10美元，可是要想种出这样的果实，农户们往往需要投入上百美元的成本。所以说，只要我们掌控住这个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就一定能从中分一杯羹。当然，榴莲产业链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我们还可以深耕加工设备制造和物流运输这2个重要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研发出更加先进高效的榴莲剥壳机、提取机等设备，然后打造自主的品牌销售。要知道，这类专业加工设备的单价往往能达到上万美元，这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肥肉。再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当地的热带气候优势，建立起专业的冷藏物流网络，为全区域的榴莲产品提供快捷高效的运输服务。假如我们能在这方面建立起垄断地位，那么从鲜果到深加工品的各个环节，我们就能牢牢掌控利润的分配。总之，只要我们善于抢抓产业链各个关键节点，相信我们一定能从中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不仅如此，这种上游到下游的全产业链布局，还能极大地提升我们的综合竞争力，让我们真正成为当地榴莲行业的大佬。当然，这个热带富矿的潜力远不止于此。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优势，打造出一个个享誉全国的榴莲品牌。毕竟，你知道吗？一个优质的榴莲品牌在市场上通常能以更高的价格畅销。听起来是不是让人热血沸腾？没错，榴莲这个神奇的热带水果，正是我们通往财富自由的一条捷径。但要想成功开启这条致富黄金大道，我们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它的种植管理、加工处理以及市场销售等全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新兴的热带水果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精彩纷呈的榴莲探秘之旅吧。相信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定能在这片热带热土上谱写出一曲令人骄傲的财富传奇。